大家好。今天虽然是下雨了，但是还是必须要外出，因为今天呢下午约了我的一位在多伦多总医院工作的同学，承蒙他的好意想带我们看一看他的医院。所以呢，我现在从我女儿的住所呢出门，走在街上但是非常惊讶，看到有人睡在这样的一个地上，下这个大雨也全然不顾，全身淋湿。他站在这个地方呢，正好是个暖气的出风口。我在街上已经遇到好多这样的流浪者，确实令人唏嘘。所以一个再光鲜亮丽的城市，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人跟不上队伍，会掉落到一个贫困的阶层。但是呢，大部分的人穷，但是志不穷。可是呢，总有个别的人心理崩溃所以就会变成露宿街头的流浪者，这是让人遗憾的事。现在我走在这条街应该叫 Richmond Street， 应该是downtown的一条街道。但是呢，就跟我们在downtown其他地方看到的一样好多的马路都在进行施工。可能几十年以前的那些基础设施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需要了。因为我在多伦多几天时间看到的是downtown不断的在重新翻造的街道，很多的这些高的大楼拔地而起，所以可以想象确实呢也造成了一些以前的基础设施的不敷使用，不得不再进行一些更新吧。这是我第二个看到在一个暖气出风口上坐在那里取暖的流浪的人员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条大学街，应该叫大学大道University Avenue。 从这边呢走向我同学工作的多伦多总医院。其实这个附近有好多的医疗的设施，应该是一个医院的一个组团根据我在地图上看到的呢，除了有多伦多总医院以外，还有一个叫 Sick Kids Hospital， 就是病孩的医院这个名字我们中国人可能有点难以理解，我们中国人可能就会把它叫成一个儿童医院就好。为什么要讲病的孩子的医院呢？我觉得这跟分工是有关系的因为这边的医院呢都是一些专科的大的医院，而担负着普通的健康管理就是管理健康人群的责任的那些医院呢，就是那些面向社区的小的 clinic 诊所，但他们也有其他的名字叫家庭诊所、家庭医院。总之呢，都是一些全科管理身体健康、处理一些常见病就这样的小型的医疗机构，都是呢有医生自己开业、自己运营、自己来管理自己的患者，并且呢把这些患者呢一直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家庭医生、全科医生最重要的职责。那么在有一些重大疾病或者是全科医生能力之外那种毛病的话呢，他们就会转到
像这种病孩专门的医院，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比方说在这个总医院的对面就有一个肿瘤医院，在总医院的边上呢，应该还有一个心脏专科医院，我估计可能还会有些其他的医疗机构吧。那这些呢，看上去规模非常宏大，虽然我没有走到里面去过，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政府当然也是老百姓的民意基础啊，就是把那些最好的地段，相信呢也是把最好的设施、最多的投入呢，给了这些关乎老百姓健康、治病的时候呢得到救治，从而呢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这样的一个职责上啊。所以这边的医院呢，理所当然啊，它就是一个为老百姓护驾保航的这么一个医院。所以呢，可以从这些医院里头看到这个社会的基础，就大家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啊？刚刚呢，我在找啊，这边呢其实还有一家多伦多大学牙医学院啊。就这个牙医学院呢，应该是离多伦多大学本校不远，但它又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啊，好像是在一条叫 Edwards 这个街上，不知道我已经走过了还是在前面啊。因为呢，这跟我的所学的专业有关，我呢非常想找个天气好的时候啊，去拜访一下。从这个街上的牌子呢，就可以知道这边是一个眼科的，应该是诊所吧。但是眼科的诊所呢，跟配镜啊，应该都是连在一块的。现在呢，我走过这条Dundas Street，也是一条知名的马路啊。因为呢，在 Yonge Dundas Square 是这边最知名的商业区，应该离这边呢也就是1-2站地而已。看来我没有记错啊，就在前面这条小街呢，就是 Edwards Street， 它这个牙科学院啊，
或者也是他们的牙科医院的，应该就是坐落于此。趁着还有点时间，我到这条 Edwards Street 上面去打个照面啊，跟这个牙科的医学院，我看一看啊，这栋楼是不是就属于他们的牙科医学院呢？当然我不能确定啊。可能下雨的缘故，我 check 了一下，我的摄像机也就拍了10分钟，也就是说我从助手那边出来呢，仅仅花了10分钟的时间就走到了这里。看到这些显得陈旧的建筑物，我的理解呢，可能就是跟他们这个牙科医学院是有关的了。而边上呢也在盖大楼了。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筑物。果然是没有错，我只能把我的镜头升高一点。这个就是他们多伦多大学的一个牙医学院，应该就是这栋楼了啊。一般牙医学院呢，没有像其他的综合病院那么的庞大啊。想必呢，从这里面就可以进到这个牙医学院里面去。因为这个是一个医院的设施啊，我估计也是有另外一个门要走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今天只是到这边来摸摸路而已。等哪一天天气好的时候呢，专门到这边来巡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进到牙医学院里面去做一个参访。虽然呢，我自己已经是一个退休的牙医了，但是还是对牙医这份工作非常的热爱，或者说情有独钟。尤其呢，是在走到一些其他的国家、一些城市啊，当地的这些牙医的状况、牙科医疗的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地位，它的运营的状况啊，还是非常有兴趣。因为即便你不做临床工作，你还是有一个传帮带啊，对于年轻人需要时候呢，给一定的咨询，这样的一些工作。现在呢，我走到了这座大楼的后面，我来看看啊，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个门可以进到里面去的。上面呢有写 Dentistry Building， 属于多伦多大学的，要从这个地方呢进到里面去。那我相信呢，这个里面应该也有很多的学生在这边学习。当然，它应该也是一个医疗机构啊，因为学生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需要病人来通过
学习实践，才可以学会治病的本领。对面呢，它是有一个怎么说，一个家庭的病人的一个 care tower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一些普通病人的在这边可以得到一些治疗等等的地方吧。现在呢，来到了这条叫伊丽莎白的街道，我要穿过马路走到对面去看一看。在等红灯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么巨大的一些大楼。这个大楼呢，就是 The Sick Kids Hospital。你看这应该是一栋新建的大楼。这栋大楼非常的摩登。然后呢，通过一个连廊，和它这边的旧的病院的连成了一片就形成了一个整体。这个就有点像我在上海看到的上海中山医院这样的一种感觉。建这么一个巨大的儿童医院可以感觉到这个国家和社会对于儿童的一种关爱这个地方呢，就是他进门的地方，我只是在他门前走一走而已。所以呢，从刚刚的牙医学院、牙科医院走到现在的病孩医院，这边呢都是一些医疗机构、医疗设施，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大楼。应该说这片区域呢是非常中心的位置所以除了把这个最中心的位置用于教育像多伦多大学，还有downtown的城市大学等等然后更多的就是毫不吝啬这些土地，就把它呢都变成了医疗机构集中的地方。这个是我对多伦多的一点点新的认识。我们到这边稍微来回望一下像这个地方呢是急救车的前方是入口，这个是出口。这栋呢就是儿童病院了
边上那个呢就是儿童病院的那个新建的大楼，而这边那些棕色的这种房子呢，一直包括这里啊，都是急救车的进去的地方，争分夺秒啊，应该这个是一个急诊中心吧。门口呢就有这样的救护车待命啊。而在这个儿童医院啊，我们还是习惯于把它称作儿童医院。对面呢就是 Toronto General Hospital 多伦多的总医院啊。那我相信这个总医院呢应该是提纲挈领，它偏一些相对大全科，还有就是一些跟全科相关的一些部门吧。但是呢，因为刚才也说到啊，这个边上呢有更专业的，比方说肿瘤医院、心脏科医院等等，我相信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设施。这边也停了一个救护车，这个救护车呢，应该全世界都长得差不多啊。那这边呢就是一个病人在那边候诊，或者家长那边候诊的地方。好，我站在这边呢，再来回望一下啊，这个大楼连着大楼的都是多伦多的总医院啊，一直到这边，一直呢到街的尽头，而边上的就是这个滨海医院。我们继续往前走。今天呢，在雨中啊，寻访一下多伦多医疗中心的一个区域。这里呢就有非常醒目的多伦多总医院这样的牌子，然后呢它也是一个心脏的一个中心，叫 Peter Monk 这个中心，我估计可能也是以某个私人来捐助的。从这个牌子可以看到啊，这边呢叫 University Avenue， 前面呢是他们的一个另外一个健康的一个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有好多好多的医院。好，我们继续往前走。这里的这栋楼呢，就写着叫 Peter Monk 这个心脏中心了啊。西方社会呢，跟我们中国不同的，无论是大学还是医院啊，你会看到有很多的私人名字刻在上面啊，因为他们是捐赠者，或者是有纪念意义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么一个巨大的总医院，而边上呢也是医疗的设施啊，可能不一定有从属的关系，但是呢他们有这种协同的
这种关系。这边呢，我看看能不能走过马路去到我们今天约定的地方了。就是这条大学大街，这条大街呢非常的开阔，中间呢还有一排绿化，或者有一个隔离带。而前面呢就是女皇公园，女皇公园边上呢就是他们多伦多大学的校园了。而校园的第一栋楼啊，就是医学院的大楼，已经去寻访过2回了啊。但是下次有机会还会再到里面再去转转啊，毕竟是我小孩在那边读书的地方。这个楼呢，就是一个他们的肿瘤医院啊。然后这上面呢有很多捐助的人，可以看到这些名字啊非常的多。所以呢，他们的这个算是 logo 吗？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标志，就是希望那些癌症病人呢能够得到康复以后啊，跟一个健康人一样啊，甚至可以骑单车，变得很强壮啊，大概是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意思吧。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在这个医院的后门那边，跟我的同学约定啊，在那边呢，看看能不能听从他的一个指引，能够去到一些医疗的设施，并且呢，得到一些具体的介绍啊，以加深我们的了解、认识。好了，我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肿瘤中心，也叫肿瘤医院的后门了。应该呢就是约在这里。我提前到了一会儿，那我现在呢就停止我在这边的一个拍摄，然后呢等待我的同学啊和他见面，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同学，非常期待今天的一个聚会，还有呢他的一个向导啊。好了，那就在这边呢结束我们今天的拍摄啊。我也把这一段呢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的跟随和